去死吧！你醒了？阿江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幸好有卓少主在。是你救的我？是你自己明的。那潘大人呢？看着犯人呢。小姐，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长心啊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来关心你一下。难道是梦吗？老实点，别动。你没事吧？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。难道不断杀人，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？雇佣的掌控欲，毁了你之前的人生。你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却又陷入杀人这样极端的桎梏。你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偏执呢？带他回去。是。雇佣那老小子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一起押送顾山回去吧。你休息一会儿，再回县衙。阿福，留下保护他。是，少主。后面4个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你们抓了我女儿，我来看看她，不犯怎么办？不会吧？怎么是他女儿？他怎么会是？堂主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5年前已经死了吗？还在他家那么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儿啊？完全没想过这事儿啊！来了那么多人，真是吓死人了。是啊，堂主居然真是可能是人家杀呀！真没想到。哎呦，是。为了配作顾家的血脉，我就活该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，每天被打得体无完肤。对于你来说，要是我不能活成你想要的模样，我就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废物。我能以女子的身份行走人间，无比畅快。这样活1天，胜过之前活10年。不，堂主，你再也不能控制我。你们2个是护着这个凶手吗？顾山是杀人凶手，他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可你身为人父，却从未将他视作血亲骨肉，私自囚禁、控制、折磨。在这里，最没有资格教训他的，就是你。再不让开，我不客气了。
他来这儿根本不是为了教训我，他是怕我说出那枚令牌背后的秘密。你敢！潘大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位不可一世的顾堂主背后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珊儿，珊儿，娘，你不怕连累你娘，你就说。珊儿，放开我娘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放开我娘！顾雍，我劝你不要任意妄为。他是我生出来的，到死都得听我的。我不动手，珊儿，你想想清楚吧，求你，就当为爹娘最后尽次孝。啊！你非要顾家给你陪葬吗？娘，放了我娘，我答应你。顾珊，珊儿，你不能像娘一样，永远都被这个人控制。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闭嘴！珊儿，你记住，你永远都是娘最宝贝的孩子，永远都是。顾夫人。顾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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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啊！顾珊，顾珊。
我知道，我会帮你照顾好双双双双，水波纹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说！阿泽，把人给我带回去。是，跟我来。别动，别动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双双出事了！大人，你也来了。我听说有人闹事，进去看看吧。她是凶手的妹妹，把她的尸体一块扔出去。跟他废什么话？他不搬，我们帮他搬走。走。对，走。都住手！来，快起来！潘大人，走。什么意思？从今日起，这家店为县衙特供兵役。若再有闹事者，一律按妨碍县衙办公论处。这些人这怎么办？哎呀，走吧，行，走。真是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抓的凶手都是十恶不赦之人，这样我也不会挣扎和难过。善与恶并非迥然对立，而是一体共生。有的时候，凶手未必是十恶不赦，而死者也未必是十全十美。其实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只怪物。我们能选择的是，将它培养成猛兽，还是接受它，与它和谐共存。你陪一下双双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大人，这些账本都是记录日常的，也没有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放那儿吧。公子，公佑说要见你。
我可以配合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讲。带我离开河阳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我答应。你可以说了。在我绝对安全之前，我是不会说的。等我安全了，我会知无不言。大人，雇佣答应吐口了。对，但他有条件，带他离开河阳，保证他的安全。那你打算带他去哪儿？进京，让郡主派人保护他。水波纹的凶手还埋伏在河阳，你这样带他走，就是给他们灭口的机会。雇佣的那些替身还关在县衙里，我打算来个瞒天过海，暗度陈仓。县衙或许还有他们的眼线，调包的时候得小心谨慎。嗯。顾堂主，请画押。请吧。等一下，把顾庸带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是啊，公子。你跟我们从后门走。嗯。顾庸，顾庸，顾庸，你怎么了？顾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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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波纹，杨什么？杨什么？顾庸！顾庸一死，线索全断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不知潘越究竟怎么想的，可他……上官小姐，洗衣服啊？啊，不是，大人说这衣服以后也不用再穿了，让我拿去扔了。多谢上官小姐。上官小姐，哎，大人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何事？灯会那晚救我的，是不是你啊？是。那你为
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做什么？你是因为查案实现现金，救你是公务，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？正好有一事，我也要告知于你。过2天，我会命阿泽送些东西回京城，你与他一道回去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不去，水波纹都还没有查清楚，我怎么可……上官芷，当初是你非要进县衙证明自己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也的确做到了。可查水波纹一案，短则10天半个月，长则3年5载。难道你一直打算留在县衙里当差吗？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，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，又怎么向你哥哥交代？你不必拿我哥做幌子。你多次赶我走，是怕我会缠着你。你现在难道不是吗？怎么，上官小姐要走吗？那正好，我银雨楼扫她一带。雇佣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潘大人，你连家贼都防不住，我又怎么能够放心让他继续住在这里？我带他走，潘大人应该不会反对吧？自然不会，有银玉楼保护，肯定万无一失。我也好卸下负担，专心查案。够了，我是人又不是物件，你们在这讨论怎么处置我，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呢？谢谢卓少主的好意，但银玉楼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还有你，之前给你添了很多负担，我实在很抱歉，但我绝对没有要缠着你的意思。水波纹我肯定会彻查，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县衙。小姐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我们走吧。等等。灵儿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果子。下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多保重。嗯。兜兜转转，没想到又回到这里。你确定要住这儿？这里许久没有人住，连一点烟火气也没有。
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去我烟雨楼吧。烟雨楼要什么有什么，绝不比这差。今天多谢你帮我搬家。我帮你搬了家，总得请我喝口酒吧？是得喝一顿，庆祝我离开牢笼，开始新生活。灵儿，哎，啊，备酒。是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胖的人是什么人吗？宰相肚里能撑船吗？最快的人呢？曹操说曹操到，你又输了。什么都知道。再来，我就。了
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够了，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见红发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去看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却只能装傻。告诉你做什么？你是因为查案实现险情，救你是公务，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？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，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。那你知道世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？是2次掉进同一个坑里。之前给你添了很多负担，我很抱歉。水波纹我肯定会彻查，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县衙。最难过的是我却没有一场恨他，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去看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哪怕你若咫尺的天涯，我已握紧你的手不放。我是怎么回事？一听到上官芷，连话都忘了。谁教给你们的？上官小姐。他怎么会是他？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。上阴雨楼找到了尸体，我便来此守株待兔。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大半夜偷偷来此，想毁尸灭迹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我得亲手找到真凶，让你正式跟我道歉，告慰亡灵，也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不能平白被大人冤枉呀！尸体是会说话的，再不你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应该是吃了什么毒品了，我现在要找出毒源。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你快来看，这个就是毒源。从颜色、形状上来看，从位置、方向、深浅来看，只能是他自己伤的自己。哎，小心点。上官小姐可以平复公子的心绪。深呼吸，没事，没事。金莺莺，莺莺，金豆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吓坏我们金豆馆。你看着我，潘越。潘越，看着我清醒一点！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芷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相信你。那个时候，他是真心想嫁给你。
没骗你吧？灵儿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姐，这些油伞若是久不被雨淋，就需要时常拿这些湿抹布擦一擦，才能保护它不褪色。那我帮你。那我再去多拿点伞来。去吧。潘大人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哎呀，这伞怎么弄乱了？这都是公子花了重金给小姐买的，小姐受伤以来可都还没有用过呢。他现在是上官芷，一旦暴露他的身份，危险可能就在身边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潘大人，今日怎么有空来看上官芷小姐？是县衙里的案子都办完了吗？我刚抓了一只山鸡，晚上在院子里烤着吃。哦。潘大人是打算留这儿晚上一起吃晚饭吗？不必了。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什么案子啊？此案错综复杂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我知道你心系水波纹，放心，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杨采薇变成了上官芷的模样，那躺在冰棺里的是上官芷。路上遇到点意外，我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误了及时。上官芷假冒杨采薇来到婚礼，却阴差阳错的被水波纹组织所杀。说，这个文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谁指使你的？说呀！你得罪了我该得罪的人，你只会让我死得更惨。顾雍，顾雍，顾雍！上官芷命丧异乡，杨采薇险些身死，都是因为水波纹组织。我定要揪出幕后黑手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
他就要回来了，你们可要快些着。小姐，潘大人查到了水波纹的线索，那你还会回县衙吗？让我走就走，让我回就回，这么没骨气。他又没邀请我，我看他今天就是过来炫耀的。那我这要是去，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？不去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小姐。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哎呀！他不会不来吧？小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哎呀，罢了，韩信都能受胯下之辱，为了查案，我能屈能伸。大爷，你写呀！上官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天你不在衙门，县衙里死气沉沉的，好生无趣啊。灵儿姑娘呢？说实话，这灵儿姑娘不在，我这饭都吃不香了。是啊，就想灵儿吗？都想，都想。哎，大人呢？哦，大人在二堂呢。这几天他彻夜工作，就等着你回来帮他分担呢。大人，上官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人告诉我案件的进展，不就是想让我来帮忙吗？你多虑了。不过，你既然这么关心案子，让你看一看也无妨。多谢大人。什么大人属下，这么疏远？你已不是县衙的人，以后不必叫我大人。我知道我不是县衙的人，不用时时刻刻提醒我。
看着有些碍眼。是，潘大人看我总是碍眼的。怎么样？案中可看出有什么疑点？虽然案件很诡异，但是也没看到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犯人沈慈却关在死牢之中。我去看他时，他牢房的墙上画的正是水波纹图案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只说待到案子查清，自见分晓。言下之意，他是无辜的，案件另有真相。但他如果真的是无辜的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，非要让县衙查个清楚呢？而且，这个案子的重点是如何杀人。他沈慈一介书生是怎么做到让陈父等人目盲、失去神识，还自动跳崖呢？一针见血，不愧是你。你嘲讽我？我是真心的。大人，你既然愿意告诉我水波纹的线索，就不要事事找茬。我这次真是冲着案件回来的，我每日工作完立马离开，绝不叨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过，只要你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查个勾魂案，自己也中邪了？整个案子的起因是山林闹鬼，沈慈失踪。神鬼之说自是无稽之谈，看来还得从源头开始梳理。备车，去行政书院。公子，要不要通知上官小姐？算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她大概要着急回西园吧，不用叫她。哎，等等，要去一起去。嗯。在西园住得惯吗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不必听人使唤，也不用被人教训，悠闲自在，舒服得很。听说前2天你跟卓少主去码头了？遇到点麻烦。哦，挺好。挺好。我遇到麻烦，你觉得挺好？我是说，麻烦顺利解决了，你又能回来查案，挺好。潘大人，是不是现在我坐在车里，你特别不自在，你没话找话呀？没有，我就是许久未见，关心一下。还昨天见过。不知潘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陈掌院多礼了。新政书院乃是河阳官学，钟灵毓秀，人才辈出，是河阳读书人心中的圣地。本官一直想来拜访，染染书香文气。大人垂顾，是新政的荣幸。里边请。请。
没想到新政书院连仆役都风度不凡。大人谬赞了，都是书院的老人耳濡目染罢了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治世不谋也。请。故使潘大人天下之事这些都是我们书院书生所写的文章，还请大人品鉴一二。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字字珠玉，必作鸡池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的。大人过奖了。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治世不谋也。陈trạng元，这篇文章是出自哪位书生之手？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。这位书生，那个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啊？你们这之前有一桩鬼火勾魂案，嫌疑人沈慈，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啊？这间房间为何白日挂着黑布？这是小儿的房间。我听说过令郎的事情，实在是让人遗憾。唉，自小儿目盲之后，神志恍惚，还屈光而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只有遮上黑布。可否进去一看？啊，请。陈trạng元，上官小姐对巫蛊之术也颇有研究，不如让她也帮忙看一看。哎呀，那太劳烦上官小姐了。请。据我所知，嫌犯是一名书生，目前就关在县衙的大牢里。我想知道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。身为儒生，不与怪力乱神，他怎么做到的我不知。但福儿出事的时候，嘴里反复念着他的名字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可怜福儿生不如死。为了能让福儿有一条活路，我曾数次去牢狱哀求那凶手，求他放福儿一条生路，可他却是铁石心肠，不为所动啊！我觉得这个书院有些怪异。我方才跟那个书生打听的时候，我刚一提到沈慈的名字，他就面色发白，面露恐惧，直接逃走了。应该是有人给他们下了闭口令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那些书生整齐划一，不像日常之举，而像是事先排演过的。
而且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所念的文章？天下之事，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。过秦论。不错。那篇文章讲的是天下之事只能亲耳听，却闭口不能谏言。那谁给他们下了闭口令呢？有可能是沈慈的同窗，也有可能是陈掌院。陈掌院深受其害，按理来说他应该想要查清案子，给沈慈定罪才是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吧？大人，咱们去一趟后山吧。鬼林闹鬼，我总觉得不寻常。前面就是鬼林了。走吧，我们去试试胆量。啊！平日不是老拿我哥当幌子吗？都不肯带我出来，今日怎么如此主动？那是之前。从现在开始，不管前路是危险还是坦荡，我都愿意带着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鬼林之所以叫鬼林，就是因为进来就出不去，做个记号嘛，以防被困。这刀怎么看着这么像杨采薇的仵作刀啊？哎，看错了，看错。糟了！怎么了？你看，咱们遇到鬼打墙了。有可能是有人在固步一阵。跟我来。啊！看见那是什么东西吗？装神弄鬼，必有所图。借我一样东西，别动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听到了吗？有水声。这里没有河流，没有溪水，哪来的水声？真的有，你仔细听。张怀神，抓紧我，别松手！
可以放开我了。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无碍。别动。这是什么？味道怪怪的。染料。染料。麻绳。所谓鬼灵，也不过就是人造的机关。这林中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才会如此大费周章。终于走出来了。这些机关设计如此蹊跷，没有个多年经验做不到这些，恐怕这幕后之人势力不小啊。这附近都不生野花，为什么唯独这里有呢？怎么了？这里土壤异常肥沃，才会长出野花。有可能下面埋着什么。我也是瞎猜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应该是对的吧。挖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新政书院的院徽，难道死者是新政书院的学生？来，刘捕快，快点！大人，陈三，马上验尸，我要知道这个人的死因和身份。搭把手。大人，看这个尸体的腐败程度，死了1年多了，还能查出个什么呀？大人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别人肯定不行，那个我一定行啊。死者的致命伤是在脖颈处，小人推断应该是被绳索勒死的。鬼灵的藤蔓。继续说。大人，这个死者已经死了1年多了，尸体腐烂到都认不清原貌，想要查出更多的细节，恐怕还得多给你些时间。大人英明，已经熟知小人的验尸习惯。行了行了，此事不可再拖，明日5时给我答复。是。我的祖师爷爷，小的求求您了好吗？您今晚早点来啊，别让小的等那么久啊！我的祖师爷爷，小的求求你了！哎呦，我之前问过刘捕快，他说新政书院近1年都没有报过失踪案。你说这个人会是谁啊？我猜那个人应该姓妙。
为什么？这你怎么拿到的？白天在书院时顺手拿的。啊，所以是那个时候。清正书院果然是不凡呢。大人过奖了。我可真是低估你了。过奖。这要怎么证明这个人是不是妙庄啊？我得找个借口离开，以便前去验尸。我得找个借口离开，以便他去验尸。上官大人，你先说。我感觉有点闷，想出去溜达溜达。哦，阿泽找我有点事，我要过去一趟。那你那边。你到底是谁呢？身长约6尺5寸，性别男，年龄大约在20到25岁之间，没有中毒的迹象，牙齿没有完整脱落，这颗牙齿。大人，你找我？快吃吧，别说我亏待下属。看来这新换的厨子甚得你心呐。上官小姐，阿江，你怎么来了？把东西摆在这儿吧。好的。这是……我听灵儿说你回县衙工作了，担心某些人亏待你，所以便让他多做了些菜拿过来。看来时机正好。大人，一起呗。潘大人看见我们就烦，应该想图个清静吧。先吃饭吧。走吧，先吃饭。哦。哇！快吃吧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这个。大人，您要的酒温好了。好。这么多菜，您一个人吃得完吗？本来就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你守夜辛苦，犒劳你的。啊，真的，谢谢大人。你吃饭能不能注意点？饭都沾到脸上了，影响我食欲。不好意思啊，大人。潘越今天没有给你脸色瞧吧？怎么，
少主要替我打抱不平。是，若是他再让你哭一次，我便杀了他。哎，别开玩笑了，倒也没有给我脸色看，就是感觉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茬似的。但是吧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少主到了。但是什么？没什么，跑了一天也累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你早点休息啊。大人，小人昨日验尸，在死者身上发现一颗泛黑的旧牙。经过小人千辛万苦用牙粉打磨之后，发现，在这颗旧牙中间是以白皙和银箔对吧？哦，对，银箔。路上遇到双双，我专门给大人买的。专门给我的。大人，吃冰饮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不吃。挺好吃。哎呀，陈三，接着说。大人，在这颗旧牙中间呢，是以白皙银箔和水银合成的汞齐。民间郎中会用此物呢填补牙齿缺漏，但是这个银箔在地下埋了太久，就容易发黑。发黑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死者生前是补过旧牙，对吧？对，大人，从汞齐的磨损程度来看，用了不太久，应该是在1年到2年。找遍河阳所有会补牙的大夫，务必要查清此人的身份。是。不错，这颗是我补的牙。但凡我补的牙，都会掺点水银。河阳没有几个大夫能舍得用水银的。那你可还记得这个人是谁？新政书院记不清都有谁来过。哦，不过我每次出诊都会记账，说不定账本上会有记录。哦，找到了。2年半前补龋齿1颗，收诊金2两，病患姓名沈慈。如果这具尸体是沈慈，那牢里的是谁啊？看来得去一趟南郡，才能查出狱中人的身份。也可趁此机会与他单独相处。尚文侄，牢里的那个沈慈，你怎么看？他既不辩解，又不合作，整个人如云山雾罩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隐情。不错。不管牢里的那个人是谁，定和沈慈脱不了干系。要想查明其中缘由，恐怕得去一趟沈慈老家，才能弄清楚他的底细。那辛苦大人跑一趟。听说这南郡有很多好吃的，黄桥烧饼、扬州汤包，
还有桂花糯米糕，定能一解这口舌之欲。听起来真的不错。那大人你多吃点。上官芷，啊，你一日在县衙，便一日是我的属下。既然是我的属下，那理应为我分忧。大人的意思是让我去啊？可是我本来想的是与大人分头行动，你去查访，我就去打听勾魂的方术。不过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查访的话，那咱俩调换，你去打听方术。区方术还用我亲自去查吗？随便找个人去不就完了？那不然，你是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去？你不是见我就烦吗？我见南郡人更烦，到时候还要麻烦你打听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奇奇怪怪的。为什么说是郊游啊？演给那个奸细看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跟班呢？怎么没跟着？哦，阿江啊。嗯。我们只是好朋友，又不用时时刻刻在一块儿的。你不是说郊游是幌子吗？带这些干什么？你不也是吗？都是阿泽，为了麻痹县衙里的奸细嘛，演戏演全套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今天正好赶上这里是反哺节，据说很多10几年前京城的一些摆戏和小吃在这里都能找得到。但是你对这儿还挺了解啊。
阿泽，你去把行李都拿上去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是。公子、小姐，本店的遮阳腿可是远近一绝，请二位趁热品尝。来。啊，多谢。大人你也吃。好。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啊？来南郡游玩也不叫我呀？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啊？我毕竟是个少主，找你还不容易啊。卓少主的鼻子还真是敏锐啊，都快赶得上猎犬了。吃什么？还挺香的。潘大人，一看就不会照顾人吧？这遮阳腿呢，这个部位是最好吃的。来喽，本店招牌双龙戏珠。一路奔波，多吃点。潘大人，何时这么会照顾人了？我县衙的人，我自该尽心照顾。只怕这关心过了头，会遭人闲言碎语。准驸马拈花惹草，世人或许会被你的皮囊蛊惑，我会骂你，可芷儿却不同，会无辜受到牵连，落人口实。我想什么做什么，自有盘算，用不着卓少主提点。我才懒得提点。潘越怎么回事？前阵子还巴不得我搬出县衙，眼不见为净，近来怎么对我这般体贴照顾？没想到这反哺节这么热闹，一间多余的客房都没有。潘大人，今晚只能委屈你与我同住了。好说，我就住在对面，若你有什么事，唤我。我也住对面，若想聊天的话，随时唤我。潘大人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没必要动真刀真枪吧？说，到底为什么而来？你为了什么，我便是为了什么。若只是为了上官芷，用不着在外面埋伏这么多人吧？要我说可以，先把剑放下来。有人要劫杀你们，是那伙人。是，你怎么知道？
关于水波纹，你到底隐瞒了什么？何出此言？阿泽说，那日在灯会上，你看到射杀雇佣的飞镖之后，便匆匆而去。你可是认出了那杀手的身份？潘越，我不需要你什么都告诉我，我也同样不需要什么都跟你讲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我跟那波人不是一伙的。否则，我也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吧。外面那些人是冲我们来的，是水波纹的人。嗯。你先走，我等候。你小心啊！得赶紧摆脱他们。怎么了？取对方一缕头发缠于杯底，杯中盛满青梅酒1口以下之后，再默念其名字17遍，对方就能出现。记住了，以后有需要我的时候，记住默念17遍名字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你真的来了。果真是你！少主，孙堂主，你是要造反不成？孙震，我知道你还念着卓家对你的情分，为何背叛银雨楼？又是何人在背后指使你？少主，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公子，上官小姐，公子所料不错，那些人都是银雨楼的人，而带头之人便是大堂主孙震。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应该是着凉了。你额头好烫，
阿泽，附近找个落脚的地方。好。动！快点！跪下！跪下！少主，找了一天了，还是没有孙堂主的踪迹。先回河阳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公子，来，给我。你赶紧去附近的药铺抓点药。是。上官芷，上官芷，还说没事。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填名字家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他这是守了我一夜。公子，药熬好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潘越亲了我，潘越亲了我？潘越为什么要亲我？难道他怎么可能？你醒了？嗯。来，把药喝了。我来。谢谢。错觉，肯定是错觉。要不就是刚才在做梦，一定是在做梦，我肯定没有睡醒。在做梦。公子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一会儿路上走慢一点，不必急着赶路。上官芷刚好一点，别再颠簸了。公子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还没见过你对谁如此上心，
考虑如此周到的，你还不承认你对上官小姐别有用心啊？怎么，我就不能喜欢上官芷吗？韩月喜欢我，他竟然真的喜欢上了我，怪不得他让我陪他去沈慈老家，一路上对我关切有加，所以刚刚才会……不对啊！我现在是上官芷啊，他喜欢的是假扮的上官芷，而不是我杨采薇。不，也不对，假扮的上官芷就是杨采薇啊！他怎么去了这么久，还没回来？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出事1个月后，他便与郡主有了婚约，现在又喜欢上上官芷，他究竟怎么想的？难道感情对他而言就是一块可以随时拿起、随时放下的石头吗？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他怎么如此冷淡？我是哪里做的不对吗？哎，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我帮你。哎，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上官芷，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大人是朝廷驸马，我哪会有什么意见呀？驸马，这个误会还要尽快解释清楚才是啊。公子，郡主他……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公子，那个郡主来信了。哼，一边将郡主的信带在身边，一边喜欢上官芷，你还真是两不耽误我。不行，无论我怎么好奇，都不该拆他的信件。既然你这么好奇，为何不亲自打开看看？啊！这封信我还没打开，你帮我看看，可写了什么重要的事？哦。我与郡主的婚约是假的，多谢郡主。潘公子上次所作的画，我十分喜欢。宫中的画师虽为我画过诸多肖像，却从未有人如你一般画出我的神韵。能得郡主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以前只当潘廷尉家只有一个独子，没想到还有你。我对笔墨丹青也颇有兴趣，以后你时常进宫来教我作画吧。多谢郡主抬爱，只是潘某早已有婚约，易水之举是为逼我父亲告知我那未过门娘子的下落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郡主见谅。
我知道，不就是那个杨家孤女吗？听说她已经失踪10年，说不定人都死了。难道你要为她守一辈子吗？婚约能结，亦能解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皇上自会答应。郡主，他10年不见，我等他10年。他若是死了，我终生不娶。跟保罗，你怎么跟皇上交代？我会跟他说，我非你不嫁。相信他会给你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你放心，皇上那儿有我。你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明真相，为国除奸。郡主为了救出朝中奸臣，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誉。若没有他，我甚至都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，更别提到河阳当县令了。我都不知道你回京之后如此凶险。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？他是对上官芷动了真心，才特意跟我解释。上官芷啊，先别说话，先别说话。这卷书中记载的虫蛊之术对我们查案很有帮助，我要先看看。好，你慢慢看。就这儿吧。好。来，看看有什么想吃的。哼，你对上官芷还真是温柔细致。南区名菜，西湖醋鱼怎么样？太酸了，不吃。酸。9年圆子。哎，腻死了，太甜了。那油焖竹笋。谁要啃竹子啊？上官小姐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几位客官想好了吗？吃点什么？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掌柜的，给你打听一下，您知道沈慈家在哪儿吗？你要找沈慈的家啊？他们家已经没有人了。那他家的房子在哪儿啊？一直往前走，中间第一家就是沈家。不过呀，那个地方不太吉利。好，谢谢啊。阿泽，一会儿你去周围打探一下，我们俩去他家看看。是。这里如此破败，的确很久没人住过了。
怎么了？这些小孩的东西，全都是双份的。你看，难道沈慈还有同胞兄弟？小心！别怕，是虫子。倒也不是特别怕。这看起来是个柴房，怎么会有人常住在这里啊？大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沈慈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啊？你们说的没错，沈家原本确实有对双生子，大的叫沈慈，小的叫沈岩。沈岩，这小的呀，说了也古怪，生下来就是瞎子，他那双眼睛啊，还透着白惨惨的光。最古怪的是，他能招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虫子。真这么玄乎？那2个孩子呀，是我接生的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信。这小的眼睛看不见，性子呢也孤僻，从不跟人打交道，整天一个人嘀嘀咕咕的，就倒腾那些虫子。他爹娘也不怎么管他，他就住在自己家柴房里，几乎不怎么外出。所以呢，一般外人都不知道沈家有2个孩子。可是有一天，这孩子还是惹了祸，他养的那些毒虫一不留神，把他爹娘给害死了。经过那事儿之后啊，这哥哥伤心的很，就离开了这儿，去河阳求学了，说是这辈子呀再也不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也没有人再见过那个弟弟。如此说来，沈岩定是跟沈慈一起去了河阳。当他知道他哥哥死在了鬼林之中，便冒名顶替他哥哥的身份回到书院，对陈父等人伺机进行报复。按照刚才大娘所说，那个沈岩天生就会控虫，那陈父等人意识不清主动跳崖，恐怕是沈岩下了蛊虫。这么看来，沈岩的杀人动机和手段都已明确。可是这跟水波纹组织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机关重重的鬼林又是怎么回事？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回去吧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的正式见面吧，沈岩。你好像并不意外。只要有心，找出我的身份并不是很难的事。你生来异能，可以操控虫子。你怪陈父他们见死不救，害死沈慈，所以你假扮成他，利用蛊虫报复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总想着自己。不过这还不是真相。我知道你们查这个案子不过是为了水波纹，
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杀了陈父。你竟然教唆一个朝廷命官为你杀人？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留着他无用，杀了他也不难，何不物尽其用呢？为什么他说这还不是真相啊？到底遗漏什么线索了？没事，至少目前确定了陈福种的的确是蛊虫，只要了解了解法，就能知道真相。哎，对啊，要是陈父能够醒过来，我们也许能从他那找到突破口。我先回去查一下方术典籍，找一下方法。哎，再忙也要吃饭吧？你这几天长途奔波，风餐露宿的，精瘦了不少。我让厨子做了几个你爱吃的菜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不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我送你。别叫我，你有这功夫自己好好查查案子吧。幻冥虫产于南疆，最初脱胎于普通尸虫体内，后经南疆巫人所养，噬咬人后，通过伤口寄生到人血之中。寄生之后，人会意识模糊，无法视物，且此虫喜光，宿主也因此变得趋光，易被光亮所引。就是他。幻冥虫一遇雪莲水就会融化，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小心。看来阿瑟说的没错，他真的讨厌我。好险，方才差一点就回卧塔了。以银针刺于上，于腰、剑鸣、丝竹、四百、秦明六穴，滴入温热的雪莲水，即可驱散蛊虫。结果机会只此一次，否则病患将永无可治。按着他，陈父，别让他碰眼睛。福儿，福儿要忍住啊，福儿。福儿，看好他，半个时辰之后再施针一次，就可清醒。是，多谢上官小姐。还要等半个时辰，我先去前院走走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吗？好。如果你真的觉得留在我身边是种折磨，等查明了一切，我是不是应该尊重你的心意，放你走？父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虑而后知所先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？
来人啊！啊，有没有人？给我开门啊！什么人偷袭我？被我逮到死定了！药油，看来此人只是想困住我，并不想伤害我。肚子好痛啊！那个有没有人啊？我肚子太痛了，不行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肚子太痛了，有没有人？上官小姐，上官小姐，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？你们是怕我救醒陈父？你们是沈岩同党？不是，不说是吧？跟我见陈掌院。不是，上官小姐，我说，上官小姐，您看了这个，自然就会明白的。9月初3，那不是沈慈去后山的日子吗？所以这些猪、狗、牛羊，没错，就是我们这些家里没钱没势的书生。陈父和周哥、刘使是书院里的霸王，他们看谁不顺眼，就非打即骂，或者把人当作畜生一样取乐。陈父，他还记录下这本册子，让我们传看，以此震慑。看不出来你挺能耐啊！连我爹都敢顶撞，骨头这么硬，那今天你就给我趴着尿尿！来，把他裤子给我扒了！哼！看什么看？你们也想趴着尿尿？滚！岂有此理！那你们怎么不告他？没用的。陈掌院一心护子，他威胁我们不许宣扬。我们都是出身寒门，10年苦读，谁不想博取个功名啊？要是跟掌院作对，那就等于失去了避举的资格，前途毁于一旦。所以大家谁都不敢说，大家都想忍一忍，等离开这里，自然就会好起来的。如今你要救陈父，我怕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做猪做狗，才出此下策。上官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您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这是我告诉你的呀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却只想着自己。半个时辰都到了，上官小姐到底去了哪里呀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回来没找着路。上官小姐，快施针吧。
官小姐，怎么不是朕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福儿，福儿，你终于清醒了。告诉爹，是不是沈慈害的你？一定是他，是他操弄那些虫子咬了我，没过多久我就看不见了。福儿，你受苦了。潘大人，请为我儿主持公道啊！难怪你方才情绪那么反常。我一想到那人嘴里说出“公道”二字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救的却是一个恶魔，真正受迫害的人有冤难明。我甚至刚刚都在想，我就应该答应沈岩的条件，然后我就趁此机会拿针一针扎死他。当然了，我也就是想想而已。现在陈父醒了，陈长院肯定不会放过沈岩的，咱们就要让恶人得意吗？大人，上官芷，你有何异议？没有。大人条分缕析，明断无误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堂上还有漏网的凶手，就是这位陈父陈公子。漏网之鱼是陈父？不会吧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杀谁了？你跟周哥、刘史三人图谋杀害沈慈。上官芷，这里是公堂，若无证据，切莫信口雌黄。大人，证据我自然是有的。这本册子，陈公子应该不会陌生吧？都是你亲手所写，上面记载了你在新政书院所有的欺凌霸行。9月初3，杨胆大妄为，暗中告状，用荆棘条一路抽打，驱赶至后山鬼林，林中遇鬼，将杨拖走。9月初3，也就是沈慈被害的当天，这也就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试胆大会，是陈父等人强行将沈慈拖走。怎么样？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好玩吗？我觉得这林子邪乎的很，咱们换个地方玩吧。我怕什么呀？啊！老子还没见过鬼长什么样呢。起来了。
这样的。我去把嘴给我闭严实了。走。陈公子，我应该没有说错吧？你自己的字迹，总不会认不出来吧？一本小册子而已，怎么能当做杀人的证据呢？富儿从小就喜欢奇思妙想，随手写下来的这些字句，若这也当真，岂不是太儿戏了？对啊，我编故事写着玩呢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儿。上官小姐，你之前救过富儿，我很感激。若是再这样没有分寸，我可以诉你诬告之罪。陈掌院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还有人证，让他们进来吧。进来诬陷我，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啊！达逝者，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，弗能乎也。新政书院学生杨万明，愿押上我的功名和前程，为审词作证。臣父长期欺凌，陈掌院失职无教，这才酿成今天的惨剧，请大人明鉴。你们，新政书院王斌也愿作证，新政书院牛强也愿作证，新政书院应征愿为作证，我们都愿作证。你们这群贱民！臣父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作何解释？没错。是我打的沈慈，也是我逼他进的鬼灵，怎么样？富儿，怕什么呀，爹？您是掌院，整个书院都是我们家的，我不过是找点乐子而已。沈慈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？我赔他点医药费就是了。你们能治我的罪吗？啊？能啊。陈仵作，抬上来吧。现在陈父醒了，陈掌院肯定不会放过沈岩的，咱们就要让恶人得意吗？现在除了县衙里的人，没有人知道后山那具尸体是沈慈的，更没有人知道死牢里关着的是沈岩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就让沈岩把这出偷梁换柱演到底吧。陈仵作，念验尸禀述。是。尸体发现于新政书院后山悬崖下，死者男，19岁，死亡时间为1年前，死因为窒息，经确认是新政书院书生沈慈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是不知道。对，他是沈慈，那他是谁？对呀，他是谁啊？你还是自己说吧。我叫沈岩，是沈慈的胞弟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生来就与虫为伍，就连亲生父母都对我避之不及，唯有哥哥，是我从人身上获得的唯一温暖。
今天是咱们的生辰，这是娘亲手煮的长寿面，快吃啊吃！娘才不会给我煮长寿面呢，是哥那碗吧？我吃了，你吃什么？咱们同胞而生，分吃一碗面又算什么？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我都很庆幸有你这个弟弟。谢谢哥。直到我闯下了弥天大祸，哥哥远走河阳求学，我便悄悄地跟着他，一直躲在书院的后山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我哥那样一个好人，一个连虫子都不会踩死的人，却被你们这帮恶人凌虐致死。回去把嘴给我闭上！走！偷偷将我哥的尸体埋藏起来，以他的身份回到书院。因我目盲，无人察觉，你们杀了我哥，就该替他偿命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我的眼睛我也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了。富哥，我看不见了，我也看不见了。富哥，我用幻冥虫让他们目盲，幻冥虫趋光而行，我又操控萤火虫，用虫光引他们跳崖。福儿，你们想害我？潘远，你竟然为了一名死囚隐瞒身份，跟我使诈！福儿，使诈？我自始至终有提过他的名字吗？是你自己太笨了。更何况，对付你这样的奸恶之辈，我诈你又如何？潘大人，福儿年少无知，是我这个做爹的疏于管教，还望潘大人手下留情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好啊。根据我朝律例，过失杀人、伤害、无赦，即刻入狱，流放边疆。福儿，认罪伏法，才是真正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潘大人，来人，带下去。福儿，你救救我！福儿，流放！福儿啊！你救救我去！沈岩，你以仇复仇，其情可谅，但于法不容。判你杀人偿命，秋后问斩。草民知罪，谢过潘大人。走，回家了。爹爹，那个哥哥说，达世者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，弗能患也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说，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真正的大义。人一旦想明白了真正的大义，就会变得勇敢。什么利害关系都不能迷惑他，也不能吓退他。哦，那我将来也要做一个懂得真正大义的人，是吗？
好。爹爹，你看太阳出来了。是啊，太阳出来了。这诗书在春秋，看波澜，惊涛不休。道一曲便来无恙，痴一生，斩断情忧。身负这无量劫炼狱，只为守护温柔。两马难成，纵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愁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千缘，两纵难张，然可以急刀入身。两马难成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两才难令，然可以治军建尊。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老老，大祸不了了。我虽然能够理解沈岩的所作所为，但我觉得他实在太傻了。为了报仇搭上自己的一生，却不知道他的人生可比那些恶人珍贵的多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他既然选择复仇，就需要面对他应该承担的刑罚。对了，你是怎么劝那些书生站出来作证的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让人在他们窗外念了念书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其实沈岩说的没错，人没那么伟大，甚至有些时候比虫子还渺小。因为顾及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会变得懦弱。嫌疑人沈慈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会动摇，也会犯错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为了正义，奋不顾身的勇敢才最重要，不是吗？等查明了一切，我是不是应该尊重你的心意，放你走？不，这样的你，我绝不会放手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雨过天晴，心情大好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是依沈岩所说，在书院围墙外的一颗石头下面找到的，是沈慈的日记，他找孩童帮他读了。是水波纹，孩童画在沈岩的手心，他便记下来了。妙庄，这不是路布上另外一个死去的书生吗？